车辆卡在水中央，水几乎淹过半个车身，驾驶打亮车灯想自行脱困，却进退两难。附近有人看见这景况，赶紧把车子停在沙滩下水关心，发现驾驶人还在车内，简直吓坏，因为海水不停上涨，车子越陷越深。有民众来这里散步，就发现一辆车卡在淡水河当中，疑似来这里观海，没有注意到涨潮时间，车卡在水里面。钓鱼啦，欣赏海景啦，时常都有这里哈，这里就有内行才可以赶进去的，没有内行开了要吊车来吊，一次5000块。30号傍晚6点多，红车驾驶来到新北市八里洼子尾附近游玩，在退潮的时候把车开进河滩，遇到涨潮，想上岸已经来不及，立刻找附近居民帮忙把车脱离水面。那个一般游客的话，那边是涨潮的时候，风景很漂亮，很多摄影师也在那边拍照，然后钓鱼的人也都在那边钓。对啊，那边游客不知道的话很危险，如果下去玩水的话也很危险。回到现场，确实有不少钓客把车子停在河滩上，在旁边钓鱼。依照规定，民众可以来这里游憩，但车子不能上沙滩，因为这里属于洼子尾自然保留区范围。那水地法的部分，如果未依指定道路行驶车辆的部分最高是可以罚大概5万元的罚款。那另外依照那个温资法的规定，如果说他有破坏自然保留区的行为者那最高是可以开罚2000万元。车子受困，所幸没人伤亡。民众想到海边游玩，务必注意环境变化，以免玩得开心，遇到涨潮没有防备发生危险，把车开进保留区，当心被开罚。TVB 新闻的钟平礼杰新闻室采访报道。网上看新闻，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漆黑夜里，强烈海风一阵阵吹来，消防员站在低温的海水里，用绳索引导2名受困的女生上岸。淡水2名女大生13号下午在圣约翰科技大学后方的3块厝港湾抓螃蟹，正当他们享受螃蟹去，没想到身边的海水慢慢涨上来，回神时才发现涨潮了，海水已经淹没了回岸上的路，就这样被困在礁石上动弹不得，摸黑打电话求救，警消出动救援。当时他们呆坐在礁石处等待救援，消防员得知后，2人没有失温的状况下，先拉了200公尺的绳索，开始引导他们离开礁石。暗夜里，消防员使用头灯，好不容易摸索走到礁石和岸边之间的沙滩地，他们却脚软走不动，最后由消防队员背上岸走了50公尺，平安抵达岸边。其中一位不小心踩空跌跤，额头受伤，好在没有大碍，送医包扎，结束了这场惊魂记。记者张正明、李一强在新北市报道。救生艇缓缓抵达社子岛码头，上头的2名男子全身都湿透，只见他们体力几乎耗尽，在救难人员的搀扶之下步行上岸，因为就在半小时之前。帆船搁浅在河面上，几乎没办法移动。2名男子就是搭着这一艘帆船出航，不慎在河中央翻船，还一度被民众以为是玩水，出了意外。2人为了救船，在淡水河上载浮载沉，幸好被眼尖民众发现之后，赶紧报案。而事后调查，原来他们都是维修帆船的人员。救生艇出去然后20分就登来，就2人抓登来。要送去病就讲练啦。年约30多岁2名帆船维修人员，工程师因为才刚把客户的船修好，要到河面上测试性能，但由于碰上涨潮，水流很湍急，过程中不慎翻船，2个人都没有能力把帆船弄上岸。消防单位获报之后，动员超过10个人及救难快艇，才终于把人救上来。就到达就看到他那个帆船就搁浅沙岸上面，然后我们船艇从福安码头下艇，然后就过去。把他救援起来，然后再回来。水啊，应该是把你平头风吹入来，跟头就开口一样倒了。住户透露，社子岛周边偶尔会有人将帆船航行到这进行水上活动。然而这回，尽管2人都有航行经验，却还是不慎落水。幸好有穿上保命救生衣，否则在试图把船救上岸之前，恐怕连自己的安全也有风险。东森新闻蔡景荣、洪诗晴台北采访报道。获报有民众在淡水河面漂浮，需要救援，消防队员开船艇立刻出动。下一个是吗？
往外海行驶途中，队员眼见发现渔船上怎么载着一个醒目的风帆？难道就是落水者吗？护稳机要收到啊！护稳机后发现有一艘渔船上船了，然后我们过去确认一下是否能。靠近一看，渔船已经开到码头边，准备上岸。只见渔船上有渔民帮忙抬风帆，原来是路过的渔船热心救援。因为民众玩风帆，结果损坏断裂，渔民合力抬上岸，消防队员、船艇在旁借护。当时玩风帆的民众呢，疑似因为风势太大，结果风帆毁损，整个人呢就受困在淡水河域的河道中。还好热心的渔船经过，将他先救起来，送到了这个风帆码头。事发8号下午2点多，原来44岁的王姓男子在淡水河上玩风帆，但风帆损坏，竹桅杆断裂和船板分离，无法控制方向。当时正好退潮，差点被带到外海。当时是退潮，所以风帆已经飘到13航要往出海口的方向，那我们就立刻出勤过去。它就是只能往外漂流，然后可能就是遇到靠近岸边的时候，向岸边人求救。过程中，因为风帆上的竹桅杆断裂，王姓男子只能坐在船板上，向岸边民众挥手求救，就怕自己越飘越远。还好，除了有岸边民众帮忙报案，途中更有渔船伸出援手，消防船艇也及时赶到，结束一场惊魂。东森新闻张仲华、林君访新北市报道。淡水老街，民众除了逛街之外，有不少人会选择搭乘交通船到八里或是渔人码头。但其实交通船在行驶，因为泥沙淤积，还有不少美感。比如说涨潮的时候，八里这边可以直线过去，但是退潮的时候渡船都必须要绕到下面走河道。淡水河每天2次涨退潮，水位高度相差超过1公尺，一旦退潮就得注意泥沙淤积，否则船只可能搁浅卡在河道中。私人游艇的啊，在那边玩的时候不小心去冲上沙滩的也有啊，淤积很严重，所以水比较浅啊，涨潮的时候都会有白浪起来。啊，这边淡水河这边比较靠近渔人码头，这边水比较深，所以就不会这样。不过也有渔民趁退潮时站在河中央的沙洲上捞文蛤等蚌类。经验丰富的船长透露，其实在海面上用看的也能分辨河道深浅，巧妙避开淤积。浅的地方啊，有一点会起一点浪，那一点浪我们就知道，哎，那边有很浅，就不要靠过去。像今天帆船那个地方就是有点沙洲，那时候刚好退潮，退潮的话有一点，那个沙洲就会起浪。浅滩海面上容易激起白浪，航行时就得多注意。不过现在更多是用科技方式，船上多半配有侧身仪、GPS 导航、声呐系统。我们这个船有 GPS 啊，那个很清楚啊，这个米数啊。现在我们这个目前的深度有5米多啊。这个都有啊，那个沙洲中就有明显的。淡水河泥沙淤积严重，但每逢假日，老街涌进满满游客，交通船来往频繁，加上还有渔船、游艇，船家航行时还得多注意，避免卡船搁浅甚至翻覆。东森新闻吴宇轩、林君访新北市报道。阿彪，我埋在海滩的骨头不见了。你什么时候埋的呢？好像是昨天的下午4点半吧。下午4点半吗？现在是夏季上午11点。我知道了。我的骨头在哪里？你的骨头马上就出现了，先等等吧。我的骨头！就这样，小八哥重新找回了心爱的骨头。但是为什么原本没有水的地方会被潮水淹没呢？而随着时间经过，海水又会逐渐退去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这是所谓的潮汐现象。每一天随着时间，潮水会涨潮和退潮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潮汐是因为地球受太阳、月亮等星球万有引力，造成海水有周期性的升降现象。引力有这么大吗？距离我们越近的星球，引力就越大，所以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比太阳还大。最后的合力拉扯着海水，结果就使地球的海水面形成一个椭圆。当我们面对及背对月球的时候，海水会涨到最高，所以一天会有2次涨退潮。为什么每天的涨退潮时间会晚一点点呢？
因为月球也在绕着地球转，所以我们下次再看到月亮所需要的时间是24小时又50分钟，因此潮汐的周期约12个小时又25分钟。当海面上升时称为涨潮，到最高时叫做满潮或是高潮，而海面下降称为退潮，降到最低水位称为干潮或是低潮。高潮和低潮之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潮差。在台湾东海岸的潮差变化不大，平均潮差大约是1公尺。至于西海岸的潮差，由南北向中部递增，到海峡的中部最大潮差可超过5公尺。台湾的东部与西部海岸一天有2次的高潮与低潮，但是东北部与西南部海岸因为地形的关系，一天可能只会出现1次高低潮。随着地球、月亮、太阳运行的位置变动，当它们成为一直线时，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相加，造成潮汐的变化最大，我们称为大潮，大约就是阴历每月的朔望前后几天。当地球、月亮及太阳位置呈直角，潮汐的变化较小，我们称为小潮，大约就是阴历每月的朔望中间。你知道全球潮差最大在哪里吗？全球潮差最大的地方是加拿大的芬迪湾，潮差最大曾达到17公尺哦。每次涨潮时，有多达1600亿吨的海水冲进芬迪湾，这个水量超过全世界所有淡水河水量的总和呢。气象局长期观测潮位变化，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台湾海岸的潮汐预报，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。去海边玩，记得要先查询哦。阿彪，我的骨头不见了！唉。